就在中国的朋友们以为楼市的强心针终于来了的时候，北京取消限购，本应是托底的政策，却扣动了市场踩踏出清的扳机。这就像一个重症病人，家属好不容易盼来了特效药，一针下去，病人直接断气了。数据显示，政策放开后的北京，新房成交同比暴跌40%，二手房挂牌量在短短几个月内激增，突破16万套大关。大家想想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不是市场的正常波动，这是逃难。所有人都争先恐后的往外挤，唯恐自己是最后一个关灯的人。价格的下跌已经不是调整，而是雪崩。3环内的房价跌破3万，4环跌破2万，5环边上甚至出现了1万出头的价格，一夜之间把人打回到10年前。为什么传统的经济学逻辑在这里完全失效了？开闸放水，放出来的不是购买力，而是积压已久的抛售恐慌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维持着市场信心的那个幻觉破了。过去大家为什么敢买？因为所有人都相信政府无论如何都会兜底，房价永远是财富的蓄水池。现在当中共政府真的掀开底牌，试图用最后的政策工具来救市时，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力不从心的身影。这剂猛药反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它清晰地告诉市场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。更具讽刺性的是，在这场踩踏中，带头砸盘的反而是体制内的力量。你看那个朝阳区国资委，在新政落地前夕，一口气把手上囤积多年的几百套房源，以近乎跳楼价的形式抛入市场。这相当于官方亲自下场，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我们自己都不看好了，你们快跑吧。这种利用资讯和权力优势进行的作弊式收割，瞬间击穿了区域的价值底线，让那些高位接盘的业主欲哭无泪。然而，资产价值的崩塌仅仅是冰山的一角，最可怕的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底线的全面溃败。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，他们毕生积累的财富可以如此轻易地灰飞烟灭时，人们的心理预期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。从前是买涨不买跌，现在是恐慌性抛售，等待更低点。这种信心的崩塌正在从经济领域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最近流传一个关于温家宝的消息，说他得了肾病，却拒绝接受器官移植，理由是把年轻人的腰子装在我身上，我心里不安。这个消息的真伪我们无法核实，但它之所以能够流传，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问题，那就是在一个连基本道德底线都模糊不清的环境里，人们是多么渴望看到一丝人性的光芒，哪怕只是一个传说。大家想想，这个对比是多么的残酷。一边是曾经的总理，传闻中在为是否占用一个年轻人的器官而内心挣扎，另一边是当下的年轻人，他们面临的出路是什么？考公务员，挤进体制内，哪怕是在政府门口当个看门员。为什么？因为体制外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当所有年轻人都想做官的时候，这个时代就已经死了。更悲凉的是，有人开玩笑说，现在的年轻人出路不仅仅是做官，还可以做国有器官。也就是说，当他们活不下去的时候，唯一的价值就是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卖掉，成为维持另一个生命运转的零件。这种黑色幽默背后是怎样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？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需要靠掠夺年轻人的生命来延续自己，而年轻人只能靠出卖自己的身体部件来求生存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了，这是一种文明的返祖和沦丧。所以现在的情况是，中国经济上的泄洪式抛售与社会伦理上的底线式溃败正在同步发生。人们不仅对自己的资产没有安全感，对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都充满了怀疑。这种不安全感最终会投射到对整个国家的信任上。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，他们的银行存款可以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小额、多笔的转走，甚至被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了网贷。受害者去银行维权、去投诉，基本上是石沉大海，没有任何结果。这就是中国当下的现实。一个普通人，你自己拿着身份证去银行取自己的钱，可能会受到百般刁难和限制，美其名曰为了您的账户安全，但真正的骗子却可以轻而易举地绕过所有所谓的安全认证，把你的钱掏空。这像话吗？这就像一个房子，主人要进自己的门，必须打开18道锁，手续繁琐。
但这个房子压根就没有墙，四面漏风，盗贼可以随意进出。银行的这种操作和整个国家的治理逻辑简直是异曲同工。他在管制民众、限制普通人权利的时候，总是能拿出最严密、最复杂的手段，但在保护民众、提供基本安全保障的时候，却又显得如此无能和缺位。你看那个被全网吐槽的电影731，打着爱国和铭记历史的旗号拍出来的东西，却连基本的故事都讲不通，道具粗制滥造，充满了对历史和观众智商的侮辱。但就是这样的文化垃圾，却可以大行其道，而任何真实的批评声音都会被迅速下架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系统它擅长的是压制和管控，而不是创造真正的价值和提供切实的保护。所以我们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看，一幅更完整的图景就浮现了。北京楼市的崩盘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事件，它是中产阶级信心崩塌的具象化体现。温家宝的传闻无论真假，都折射出社会对道德良知的极度渴求与现实中道德真空的巨大反差。而银行账户的轻易被盗和滥骗的横行，则暴露了公权力在保护民众根本利益上的无能和错位。这三者共同指向了一个结论：支撑这个庞大体系的几根核心支柱，财富的永恒增值、领导集团的道德表率以及国家机器的有效治理，都在同时发生动摇。以前大家信奉房子是财富的蓄水池，现在发现它不过是一个漏水的木桶。而更深层的问题是，或许漏水的根本就不是这一个木桶。人们在过去之所以能忍受种种不公，是因为存在一个明天会更好的预期。年轻人相信努力可以改变命运，中产阶级相信资产可以抵御风险。但现在这个预期被打破了。当顶级豪宅都在割肉求生，当年轻人唯一的出路是成为体制的附庸或零件，当你的毕生积蓄可能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，如果你生活在中国，你也许会问，我们所信奉的一切到底还剩下什么？